我在镇上支了个修脚摊，后妈骂我不知检点，就爱捧老男人的臭脚。他收了30万，把我卖给开会所的老板，一边喜滋滋数钱，一边瞪着眼警告我。大老板说了，先给他生个儿子，彩礼就翻倍。你爸心脏可不好，敢逃跑，今晚他就得进 ICU。可我在执行蹲点任务啊，我死活不愿意。他就找人砸了修脚摊，五花大绑，强行捆我上车。那天听说卧底蹲点时被人当街掳走，整个局都出动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在路边给顾客修脚，后妈带着一帮人气势汹汹杀过来，二话不说就开始砸东西。围观的大老爷们被他指着鼻子破口大骂：你们这些老色胚，把我闺女名声都毁了，今天不赔钱，一个都别想走。这话咋说的？有人不满，珍妮自己挂的招牌9块9按摩修脚，空口白牙就想讹人。后妈一叉腰，唾沫星子乱喷，她自己下贱。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那么多修脚店不去，偏来我这黄花大闺女摊上蹲着，谁不知道你们那点龌龊心思？大伙气得脸红脖子粗，纷纷找我说理。眼看生意做不下去，我只能挨个给人退钱，陪着笑脸送走。望着满地狼藉，我头都疼了。刘姨，这2个月赚的钱我都上交了，你怎么还来闹啊？就那点钱能干啥？后妈冷哼一声：你爸的病月月都得治疗，我给你找了个有钱的男人，收拾收拾跟我走吧。我瞥了眼他身后那帮人，心里咯噔一跳。去年局里有了嫌疑人线索，我接到蹲点任务，在镇上支了个修脚摊。后妈知道后，3番5次闹着要跳楼，说我名声臭了，祸害全家。弟弟在学校总受欺负，老姐妹喊他搓麻将都抬不起头。我爸以为我乱搞，气得心脏病发，连夜被送去医院抢救。为了做好保密工作，我无奈妥协，答应把存款全都上交才罢休。可没想到他还是不依不饶。我心中忽然有了猜想，你该不会没经过我同意就收彩礼了吧？买卖婚姻可是违法的。后妈脸色有些不自然，伸手就来拽我，动不动就违法，说的你跟人民警察似的。人家大老板开会所呢，有钱，嫁过去还能委屈了你？好啊，还真是把我给卖了。我冷笑一声，甩开他的手，谁知他忽然先嚎一嗓子，自己摔倒在地上。不孝女啊，好好的有钱人不嫁，偏要捧老男人的臭脚。你爹没钱治病死了，那也都是你害的。我顿时火冒三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错了吗？他一咕噜爬起来，两眼瞪得浑圆，都快30了，还拖着不结婚，整日在外头跟男人厮混。这镇上哪个男人的脚你没摸过？你妈活着的时候就在发廊给男人洗头，果然生出来的闺女也是顶下贱的货色。怒火一下子冲上头顶，我忍无可忍，揪起他的衣领吼道：你再敢侮辱我妈一句，别怪我动手，赶紧带着人滚远点，别耽误我办正事。呸！后妈往我脸上吐唾沫，满眼厌恶。不就那点男盗女娼，你敢不去？信不信今晚我就让你爸进 ICU？ 你疯了！我爸有心脏病，根本受不了大的情绪波动。见我满脸震惊地松开手，后妈更得意了。大老板说了，过去先给他生个儿子，彩礼还能翻倍，反正都是伺候男人，不如伺候个有钱的。正说着，后头走出来个穿花衬衫的中年男人，他叼着烟，满脸不耐烦，冲我扬了扬下巴：你妈收了我们老板30万，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，不然
就等着赔钱吧。我气得两眼发晕，我又没收你们的钱，你们找他要啊？那可不行，父债子偿天经地义，你要是不跟我们走，赔钱也成。花衬衫吐掉烟头，抬脚碾灭，嘴里白雾弥漫。300万，给了就放。多少？我瞬间瞪直了眼，这摆明了就是在逼我。花衬衫和后妈对视一眼，都笑起来。她得意洋洋地劝我：林云，你名声这么差，除了大老板，谁还愿意要你？别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等你嫁过去享福了，说不定还得回来磕头感谢我呢。看着他们嚣张的嘴脸，我气得浑身血液直冲头顶，却不敢轻举妄动。上头说，嫌疑人在镇上龟缩了2-3年，藏得极深，唯一的线索就是他酷爱修脚，经常出入一些不起眼的小铺子，还专挑漂亮的技师。为此，我特意摆了整整1年的修脚摊，只等着对方降低戒心，一步步上钩。局里千叮咛万嘱咐，对方十分谨慎，让我小心行事。谁知偏被他给搅和了，我心里又气又急，贸然联系局里，肯定会打草惊蛇。正一筹莫展，忽然看到城管的车停在路边，我顿时大喜过望。这个摊位上头是有批示的，只要跟城管解释一番，让他们帮忙清个场就行。后妈这种市井泼妇，平日里嚣张跋扈，真惹上麻烦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都干什么的？领头的城管皱着眉走过来，视线落在我身后的摊位。谁让你在这摆摊的？赶紧收走！乱停乱放可是要受处罚的。同志，我有营业资质。我连忙凑上前，把营业执照和局里开的证明递给他，并低声请他帮忙处理一下纠纷。谁知他看都没看，当场给撕了个粉碎。你干什么？我怒吼着去抢，他却把手高高举过头顶，讥讽大笑，开几张假证明就想蒙混过去。你当自己是警察啊，还处理纠纷？漫天的纸屑纷纷扬扬，城管笑得前仰后合，走过去跟花衬衫击了个掌。我恍然大悟，随即气得浑身发抖。原来他们都是一伙的。行了，把他带走吧。城管笑够了，挥了挥手，几人立刻上前，扭住我的胳膊就往车里拖。放开我！你们今天要是把我抓了，会惹出大麻烦。后妈一把掐住我的脖子，表情夸张的大叫：哟，我这便宜闺女可真厉害啊！可你再狂，不也就是个修脚的贱货吗？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她的指甲深深陷进我的肉里，毫不留情地使劲扣着，鲜血顺着脖梗流进衣领，我疼得冷汗直冒，忍不住惨叫：好闺女，妈等着，在你的大麻烦到来之前，先留着力气去男人窝里叫吧。后妈瞅了一眼手上的血，嫌恶地擦在我身上。我被3-4个男人架起手脚，在地上粗暴地拖行。绝望之际，忽然看到我爸骑着3轮车，拖着满满当当的货料，从马路对面过来。我精神一振，不管不顾地扯着嗓子疯狂大喊：爸，快报警！刘姨要把我给卖了！后妈慌慌张张地扭过头，这一看，刚好和我爸四目相对。老林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后妈心虚地挡在我身前，声音有点发抖。我爸愣愣地看着他，忽然连滚带爬翻下车，扑向被五花大绑、满身是血的我。刘春花，你个狗娘养的，居然敢卖我闺女！愤怒的吼声震得人头皮发麻。我爸神色狰狞，额角青筋暴起，毫不犹豫地冲那几个男人挥拳。谁知后妈扑通一声跪倒，抱着他的双腿嚎啕大哭：老林，你这是要挖我的心啊！这些年为了给你治病，大几十万都填医院里了，
小琪想上一中，到现在都没钱置办学区房，我心里苦啊。我爸的动作猛地僵住，他抹着眼泪，捶胸顿足：你干脆把我也打死吧，今天我们娘俩都不活了。这说的什么屁话？我爸急了，伸手把他拉起来。见他神色松动，后妈立刻趁热打铁：我怎么可能要卖云儿？她就是性格太倔了，好赖话听不进去。那大老板说了，云儿过去就是享福的，生儿子彩礼给这老些呢。后妈悄悄打了个手势，又附耳说了几句悄悄话。听完，我爸神色挣扎许久，他痛苦地闭上眼，肩膀慢慢耷拉下来，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爸，我忍着泪，颤抖着开口。他别过头不看我，眼圈一下子红了，攥着拳长长叹了口气。爸老了。我听懂了他的潜台词，从头到脚像被泼了一盆冰水，浑身血液凝固，心里最后一丝期望也破碎了。几个男人呵斥着，把我塞进后车厢，隔着车窗，我看见后妈紧紧抱着我爸，委屈掉泪。她眼神空洞，脊背佝偻，仿佛下一秒就会倒下。随后车子启动，把他们远远抛在后头。你爸不要你喽，这小辣椒现在猖狂不起来了吧？真可怜。要不你叫我一声爸，让我也尝尝当爹的滋味。几个男人围着我调侃，然后哈哈大笑。我闭上眼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进发丝，心里疼得喘不上气。其实我早知道，爸在婚后疼爱弟弟远超疼爱我，可我没想到，他明知我这一去凶多吉少，却还是为了后妈和弟弟舍弃了我。自从妈走后，我在家里永远都像个外人。车子七拐八拐停在了金海会所，这是镇上有名的销金窟。来接我的是后妈娘家的侄子，叫贾光。看来后妈把我送来，不只收了彩礼，还帮她的宝贝侄子谋了个好职务。哟，表妹，这沾了血确实更有女人味啊。她色眯眯凑过来想亲我，被我瞪回去，立刻就沉下脸，使劲往我肚子踹了一脚，剧痛爬上四肢百骸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感觉五脏六腑都移位了。贱人，眼瞪这么大，小心一会给你扣下来。你最好别动我，不然一会救我的人来了，你们只会死得更惨。我做出最后的警告，局里时刻有人关注着我这边的情况。刚才在街上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，肯定会被立刻上报。若是单纯的寻衅滋事，也许金海会所这帮人受点处罚也就过去了。可涉及局里的重案，我渐渐平复了情绪，冷冷盯着他们。贾光愣了一下，和兄弟们对视一眼，齐齐爆发出嘲笑。我这给人修脚的穷表妹可真惨啊！他妈乱搞，染上脏病没了，家里也被死鬼爹拖垮了，现在连他自己都患上妄想症了。虽然傻了，不过身材还是很辣啊，说不定等老板玩腻了，还能给兄弟们爽爽。包厢里尽是污言秽语，一道道不怀好意的目光在身上游走。此刻我就像只待宰的羔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暗中悄悄扭动手腕，准备想办法自救。忽然包厢的门被打开，有人探头进来。贾哥，老板让把人带过去，说抓到了这女人的同伙。我一惊，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。局里派来的人都被抓了，这下事情可大条了。我紧张的手心都在出汗，被他们扭送进一间更大的休息室里。大老板是个40多岁的胖子，看起来慈眉善目的，笑呵呵指着地上浑身是伤的青年：你认识他？那青年蜷缩在地上，被揍得鼻青脸肿，其中一只胳膊像是断了，诡异的扭曲着。看清那张脸后，我差点吓得魂飞魄散。这不是局长的独子徐样吗？
这帮胆大包天的蠢货居然把他给抓来了。徐样被打得气若游丝，睁开眼软绵绵看了我一眼。我赶紧查看他的伤势。你怎么样？我去找你，听说你被带走了。徐样疼得龇牙咧嘴，哭丧着脸。我担心你，就一路跟过来。我暗暗叹了口气。徐样平日里被保护得太好，怕是根本不知道这光鲜亮丽的会所里到处都藏污纳垢。这下我俩都被抓住，自救的可能性就更渺小了。大老板手里盘着佛珠，轻飘飘的吩咐：给他扒光了，吊住手脚。至于这小子，直接打死吧。贾光几人兴奋地应了一声，抽出电击棍把徐样团团围住。我终于开始慌了，拼命挣扎着冲大老板吼：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局长的儿子，打死了他，金海会所就完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顾不上隐瞒了。任务虽然重要，但人命更重要。更何况徐样的身份太特殊了，万一真被打出个好歹，今天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。屋里忽然静下来，大老板见我神色郑重，慢慢皱起眉头，眼神投向贾光。大哥放心，林云是我姨妈二婚家的闺女，她爸在厂里运货料，家里穷得很。局长儿子什么身份？他要是能认识，我贾光倒立吃屎。贾光说完，满屋子人哈哈大笑。大老板满意的扬起下巴示意，立刻有人举起电击棍抽我。我疼得浑身抽搐，咬牙死死瞪着他们。局里的人已经过来了，如果你们现在停止，也许还能从轻发落。小姑娘，别想吓唬我，他有局长爸，我还有市长爹呢。大老板有些不耐烦了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们。说完，他一边解裤腰带，一边朝我走来。其余的手下把徐样捆在柱子上，直接把人往死里打。徐样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：老东西，林云是我们局的警花，敢碰他一根手指头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大老板嚣张大笑：老子倒要试试这后悔是什么滋味。说完，他用力撕扯我的衣服。就在这时，外面忽然传来3声尖锐的哨响，这是局里特定的暗号。我和徐样对视一眼，同时欣喜若狂。我们的人来了！什么声音？大老板停下动作，疑惑地看向窗外。当然是断子绝孙的声音。我趁机挣开绳扣，屈膝直击他的要害。那肥硕的身子瞬间缩成一团，凄厉地嚎叫着：快把这臭贱人给我杀了！大伙全傻了眼，几个男人怒气冲冲扑过来，却脚步虚浮，明显不是我的对手。一群废物！大老板气得脸色青紫，还不赶紧叫人！贾光额头上冷汗直冒，慌慌张张往门口跑，还不忘指着我，表情阴狠地恐吓着：林云，你死定了！我没搭理他，一瘸一拐地挪过去，把徐样从地上扶起来。他伤得很重，浑身都挂了血，手臂也软塌塌地垂着，却强撑着拉起我的手，在掌心里缓缓写了个郭字。这是嫌疑人线索。我心中一凛，正准备细问，贾光大摇大摆回来了。他身后跟了长长的队伍，整齐的黑衣，步伐沉稳，气势凛冽，一看就知道战斗力很强。林云，有本事你再继续狂啊！贾光表情扭曲，指着我们疯狂叫嚣：给我把这对狗男女抓了！话音落下，屋里静悄悄的，所有人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贾光立刻恼了，照着领头的后脑勺就是一巴掌。妈的，让你动手，你聋了吗？我瞬间瞪直了眼，倒吸一口冷气，气氛忽然变得有些诡异。大老板见我们面色古怪，盯着贾光身后瞧了半天，疑惑道：会所里什么时候多了这么多生面孔？
贾光也挠挠头，神色迟疑，好像是新招的安保队。大老板顿时冷笑一声，用手肘支撑起上半身，阴毒地盯着我。林云是吧？你说，你都让我断子绝孙了，不把你扒皮抽骨，岂不是太便宜你了？那黏腻的目光像毒蛇一样缠在身上，令人浑身不适。所以都给我往死里下手，老子上头有人，出了人命我担着。大老板神色狰狞，正叫嚣着，忽然被人按住脑袋，重重磕在地上，头骨发出沉闷的巨响，鲜血瞬间浸湿了地板，整个身子立刻就软了。啊！贾光惊恐大叫，他慌忙逃窜，一转身，10几道身影死死堵住了出口。你们到底是谁？领头的男人冷冷瞥了他一眼，直接大步走到我们面前，敬了个礼。抱歉，我们来晚了。贾光的脸刷的一下惨白，他使劲揉了揉眼，待看清他们身上穿的不是制服，立刻松了口气。什么玩意？林云，你可真行啊，居然还找打手装警察，这得花不少钱吧？不过你真以为我会傻到分不清自己人吗？他忽然露出诡异的笑，一步步退到墙边摸索着，伴随着沉重的摩擦声，贾光身后的墙壁翻转，竟变成了一道暗门。越来越多的人钻了进来，他们手里全都拎着刀，冷笑着将我们堵到角落。这下局势彻底逆转，所有的出口都被封住了。屋里一阵寂静，局里的兄弟们个个眼冒怒火，强压着情绪，把我和徐样护在身后。贾光弯腰陪着笑脸，跟在一个戴眼镜的光头男身后。郭总，没用的东西，让你抓个女人都抓不住。郭总轻飘飘一句话，却吓得贾光扑通跪倒，额头重重磕在地上。我错了，郭总，这女人不知从哪叫来的打手，我也是一时疏忽。原来大老板不过是个幌子，金海会所真正的幕后操盘人就是这个郭总。我有些惊讶地瞥了眼徐样，他这会被搀扶着，分明疼得龇牙咧嘴，眼里却全是幸灾乐祸。这小子等着看好戏呢。郭总转了转扳指，漠然地扫了我们一圈，既然来了，那就都别走了。他背过身，随意挥了挥手，满屋子手下纷纷狞笑着围上来。正在这时，身前沉默半晌的队长忽然开口了：“郭宝业，这次你想进去待几年？”所有人都愣了。郭总疑惑地扭头盯着队长瞧了半天，神情渐渐凝重。你是？队长抬起眼，沉静地和他对视。那郭总浑身一抖，骤然瞪大了眼，一瞬间他的脸上闪过震惊、慌乱、惶恐，最后结结巴巴地问道：“阎王，严队长，是我。”队长点点头：“你挺能藏啊，辛苦找了你2年多，没想到在这碰上了。”话音刚落，郭宝业神色大变，转身就跑。局里的兄弟们早就憋不住了，齐齐拔枪，黑压压的枪口直指众人，都不许动。一声厉喝炸响，郭宝业立刻僵在原地，腿都软了。几十号人像下饺子一样扑通跪下，抱头瑟瑟发抖。严队长，我可没杀人啊，就是想弄个女人玩玩，他家里人自己给送来的。郭宝业满脸讨好，急忙解释：“玩玩。”严队长轻笑一声，眼神晦暗不明。林云是我们局里最出色的女警员，你却要玩玩，还准备给她扒皮抽骨。郭宝业脸色煞白，浑身都在哆嗦。还有徐样，是我们局长的儿子。严队长冷笑一声：“局长家可就这一根独苗，却被你废了一条胳膊，还差点活生生打死。你说你们会有什么后果？”这下不止郭宝业，所有人都瘫软在地上，面露惊恐。郭宝业绝望了，
他忽然揪起贾光的衣领，边抽边骂：“都你是干的好事！我说让你帮我谈门婚事，你竟敢打严队长身边人的主意！他妈的，居然还把局长儿子都给绑来了！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”巴掌抽得极狠，贾光的脸没一会就渗出血丝，他抖得像个筛子，捂着脸跪地求饶：“都是我那姨妈干的，是她说家里有个给人修脚的穷表妹，卖给咱们。”郭宝业神色大变，怒声呵斥：“闭嘴！”贾光满头冷汗，惊恐地望向我，嘴角挂着讨好的笑：“表妹，都是一家人。”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他，嗤笑道：“谁是你表妹？你伙同你姨妈给人做媒打保，实际上全都把人拐骗来卖给郭宝业了吧？你们手里可沾了不少人命，以为道个歉就能了事。不知何时，徐样早已悄悄摸到门口，直接将所有人反锁在里面。他咧了咧嘴角，笑眯眯地环视众人：“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严队长适时提醒，供出你们这些年背后的交易和组织人员，说不定是最后的机会。”贾光茫然地仰头，郭宝业早已面如死灰，瘫在地上。局里的兄弟们早就憋了一肚子火，这下终于爆发，切瓜砍菜似的制服了满屋子人，还明目张胆地下阴手。得知郭宝业最爱虐杀女人，一个个对贾光怒目而视。贾光被抽得精神恍惚，眼泪和鼻涕混在一起流。郭宝业低着头跪在地上，任由徐样踩着他问候他的祖宗亲友。这小子嘴可真毒啊！我无奈地摇摇头。贾光被押走那天，后妈哭得撕心裂肺，扯着我爸苦苦求情。我爸有些不忍，犹豫着开口：“云儿，你表哥也是跟人打工，他可能不知情。”不知情？我满脸冷漠。他可是郭宝业最狗腿的手下，这2年帮他干了不少肮脏事。见他还想开口，我直接怼了回去。贾光涉及的可都是命案，多少家庭都被他们毁了，难道受害者就不无辜吗？他既然敢做这些事，那就要承担该承担的后果。我望着固执的父亲，心里失望透顶。林云，那可是你表哥啊，你真连纲常伦理都不顾了吗？后妈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扑到我爸怀里，嚎啕着捶他胸口：“我清清白白嫁给你，伺候你住院，伺候你前妻留下的贱种，我辛苦几10年图什么？就算让小光把林云送走，那不还是为了拿彩礼给你治病吗？”我爸佝偻着背，任由他发疯，眼里尽是痛色。见状，我冷笑着揭穿他：“图什么？当然是图我妈的安葬费，图拿我们家的存款去补贴你的娘家，图我这个便宜闺女的命，居然能卖30万，又能收钱，又能除掉我这个眼中钉。”望着他闪躲的眼神，我不屑地轻笑：“刘春花，你可真是一石二鸟，蛇蝎心肠啊！”他动了动嘴唇，想狡辩，却被我爸抬手打断。他的眼里溢满震惊：“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吗？”我拽住后妈的手腕，把她拖到一旁。我妈去世时，理发店给了5万块安葬费，连带着我妈替你攒了半辈子的手术费，通通被刘春花挪走了。我这些年的工资奖金，还有她卖我那30万，早就补贴给了她的娘家。你胡说！后妈发出刺耳的尖叫，伸手就想扯我头发，被我反手抓住，袖子往下一拉，明晃晃的金手镯暴露在日光下，心里的怒火越来越旺。我冷着脸揭穿他：“你以为这些年咱家为啥过得这么苦？刘春花的娘家倒是滋润得很啊，开奔驰，住别墅，一家人穿金戴银，踩在咱们全家脖子上吸血，这不可能！”我爸像是被雷给劈了，连连摇着头后退，不相信。我心中一片冰冷，
那就现在让他把存款余额翻出来，拿给你看。这些年，我爸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危险。医生建议我们尽快做心脏移植手术。后妈把财政大权握在手里，借着给我爸凑手术费的名义，一次次剥削着家里。以前我们过得苦，却从不抱怨他的节俭抠门，因为这是我爸活下来的唯一办法。可刘春花丧心病狂，居然把所有救命钱都给吞了。也许我爸察觉过异常，却一直不愿相信，直到血淋淋的真相摆在眼前。存款呢？我爸小声问。老林，你这是不信任我？我可是你同床共枕，跟了你10几年啊。刘春花，我问你存款呢？后妈还打算假哭，被我爸扯着嗓子大吼给吓懵了，舌头都跟着打结。前段时间我妹妹生3胎住院，我就先给她用了。我爸气得满脸通红，胸膛剧烈起伏，扬手狠狠抽了她一巴掌。你敢打我？后妈惊呆了，捂着脸当场发癫。林自有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我为你生儿育女付出这么多年，你又为我做了什么？我爸急促地喘了口粗气，怒吼：那钱是干什么用的？你不知道吗？刘春花，我要是今天就被送进医院，你是不是就直接提离婚？看着我等死啊！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心虚，忽然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又开始哭天喊地：丧良心啦，杀人啦！林家这是要活活逼死我呀！我看得意犹未尽，忍不住给了他最后一击。刘姨，逼死人的从头到尾不都是你吗？当年我妈在理发店被欺辱，是你到处宣扬，说她私会野男人，人尽可夫，最后活活把她逼得喝药自尽了呀！她连丧期都没过，你就迫不及待地爬了我爸的床，日日给他吹枕边风。刘春花的表情一寸一寸垮下来，下意识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而我爸双眼血红，手臂青筋暴起，可怕的像是头吃人的野兽。我爸剧烈颤抖着，嘴里一直骂着刘春花，说她狼心狗肺，说她信错了人。可我只觉得浑身发冷，他算是个合格的父亲，起早贪黑的运一车货料，用微薄的收入支撑起整个家。他也会照顾妻儿，关心孩子穿衣吃饭。弟弟死活不肯上学时，他会严厉地教育他，读书是穷人家唯一的出路。他病了大半辈子，活得很苦，可就是这样一个老实可怜的男人，却愿意和害死他前妻的女人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10几年。刘春花当年干的那些事，他也能猜出几分，却甘愿活在虚假的幻觉里。妻子被欺辱的痛苦，只会让他时刻提醒自己是个软弱无能的男人。可刘春花的陪伴，却让他重新找回了快乐和自信。这就是我父亲，一个世界上再普通不过的男人。我再也没有了开口的欲望，直接和他摊牌：你可以选一个锒铛入狱的老婆，操持着和他的儿子，但我会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要么你就跟刘春花离婚，把弟弟送回他娘家，为我妈守一辈子，这样我们父女还有一丝情谊。我爸痛苦地闭上眼，泪水顺着皱纹纵横。云儿啊，你弟弟是咱林家唯一的男娃。我轻笑着叹了口气，失望到麻木时，反而觉得整个人都轻松起来。我早该明白，无论发生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这个家在很久之前就没了我的位置，不属于自己的，永远也不要去强求。远处警笛嗡鸣，严队长把银手镯给刘春花戴上时，刘春花哭得肝肠寸断，不停地磕头求饶。她说放心不下自己的儿子，他被抓走了，以后就没人心疼他的儿子了。她求法官大老爷给他判得轻一点，
让他能有机会看着儿子长大成人。我鼻尖一酸，眼眶忽然有些湿润，不是为了他，而是为了天底下千千万万个爱孩子的母亲。刘春花自私自利，心思歹毒，可唯独爱儿子这件事上，她做得毫无保留。可惜，犯罪就是犯罪，天网恢恢，终究疏而不漏。历时3年，北市117重案终于得以勘破，金海会所以及其幕后产业链被翻了个底朝天，涉案人员高达37人，全部收押接受调查。郭宝业由于前科累累，犯罪手段残忍，行为极其恶劣，最终被处以死刑。临死前被问到还有什么心愿，他说想再修一次脚。闻言，我一阵恶寒，这郭宝业是不是有什么心理疾病啊？我妈撒着手臂上竖起的汗毛，皱紧眉头问。严队长无奈地揉了揉我的脑袋，沉默片刻，才说：郭宝业年轻的时候有过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，他为了帮她还上百万的债务，借了很多钱，把嘲笑他是修脚妹的人揍进了医院，还为和他结婚贷款买了新房。结果没几天，在他们新房的卧室撞破了他的奸情，愤怒之下，他就把他们给分尸煮了。严队长叹了声气，这就是郭宝业的第一次犯罪。我听完沉默了许久，正是这些俗套的故事，才困住了许许多多普通人的一生。案件结束后，我从家里彻底搬出来，我爸坐在客厅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，看着我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一件件打包装箱，喝水的杯子，上学时获得的奖牌，藏在卧室的全家福合照。他的眼圈慢慢红了。爸没用，他反反复复说着这句话，愁苦加深了脸上的皱纹。他还抱着最后一丝期待，等着我开口留下。可惜，直到我拖着行李箱大步往外走，也没能听到那句话。小云，我爸猛地站起来，语气悲怆，不管什么时候，爸等你回来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才走出来，徐样在路边不远处靠着车门，露齿一笑。他的胳膊打了石膏，万幸治疗及时，积极康复就不会留下后遗症。你单手开车？我惊讶地打量着驾驶室，并没有发现司机。哪能呢？这是别人的车。徐样笑嘻嘻起身，伸手去接行李箱，单纯耍帅呢。我坐公交来的，这家伙，我简直哭笑不得。路上，我憋了许久的疑问终于问出了口。当时在金海会所，你在我手心里写了个郭字，你怎么知道郭宝业就在里面？这还用问吗？徐样一脸无辜。郭宝业能躲过重重搜查，说明他绝不会轻易亲自露面，你完全符合他的作案动机，自然就成了能够引出大鱼的诱饵。所以我立刻就通知了局里。见我不信，他嘿嘿一笑，拉着我钻进公交车，附耳低语。其实靠的是我敏锐的直觉。我气得给了他一拳，不如不问。局里给我安排了宿舍，空间虽然不大，但胜在干净整洁。入住当晚，宿舍里被挤得满满当当，局里的同事能来的都来了，有的带水果，有的带厨具，还有捧着鲜花满脸堆笑的。这次任务确实很辛苦，这下总算可以好好休息了。你都不知道，听说要去街头给人修脚，我们大伙都恨不得替你去。不愧是最出色的新人警员，工作能力就是强。我笑着看他们叽叽喳喳，忽然人群被强行分开，徐样举着奶茶从中间挤过来，去，都让开，这哪有你们的地儿？大伙敢怒不敢言，不情不愿地腾出座位。谁知下一秒，徐样的衣领就被揪住了，转头一看，严队长正面无表情地盯着他。徐样见状，
顿时委屈地哀嚎起来：“不是吧？你也要跟我抢？”严队长把他的脑袋扭到一边，冲我柔和一笑：“林允，欢迎回家。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